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第一，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苦尽甘来啊？塔罗给到你们的指引是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我们首先抽到的这张牌 ，Assess the situation 啊，去评估你们当下的现状啊。它是一个向内审视自我、向外审视环境的过程。这个是能够让你们走出困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们要清楚现在自己处在哪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往往会和自己有一个对话，它会让你们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它其实是一个评估的过程。对你们所现在经历的一切进行一个全面的复盘和总结，这个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有哪种错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反复的出现，阻碍了你们的发展和进程。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啊，苦尽甘来的关键是不能够一味的低头猛冲，也要抬头看路。有时候停下来去做一些总结、复盘、思考和审视，你们才能够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你们才能够发现当前你们陷入到困境的关键原因是什么。第二张牌呢是 Release Your Blocks 啊，这张牌我觉得在某种层面上，就是你们现在的这种困境啊，看起来是环境造成的，实际上是你们没有释放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或者说心魔，有些事情某种或者说某种遗憾一直堵在你们的心里边，没有被释怀。这其实才是让你们当前陷入到困境的关键所在啊！你们可能对于某件特定的事情，关于过去的某种特定的回忆有一种应激反应，只要一提到那件事情，或者说一提到某个人，你们整个人的情绪波动就会非常的剧烈。这就是你们没有彻底的放下，导致你们一直在生命的某种错误当中不断的轮回和循环。所以说，某种层面上啊，能够拯救你们的人只有你们自己啊，只有你们说服了那个内在的自己，放下内心当中的执念，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苦尽甘来啊！不要沉迷在过去，通向未来才能够找到答案。第三张牌呢是 Know Your Worth， 重新认识到你们身上的这种价值啊，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的自我价值和深度的认同。关键让你们重新振作起来的是，你们要告诉自己，我值得，我配得上，我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人真诚的称赞过你们身上的那些优点和特质，把这些优点和特质记下来，然后不断的去放大它，你们就能够把自身所擅长的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它要让你们再一次的认识到你们自己。其实认识自己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离自己越近，我们就越难认识到自己。所以说一定要把自己抽离出来，客观的评估自己的价值、优势、擅长的技能，才能够帮助你们突破现有的瓶颈。这代表的是你们的自我意识会重新觉醒啊，会选择重新让自己支棱起来，重新振作，并且找到自己的核心优势和价值，构建一个黄金的能力圈。那么接下来的这四张牌呢，第一张牌啊，圣杯四啊，我觉得前面给到的这三个指引是帮助你们走出困境、苦尽甘来的方法论，而这四张牌更多的是偏向于一种预测啊，就是圣杯四代表的是在接下来的4天、4周，又或者说4个月之内，会有一个好消息凭空显化出来。就是说你们只要拥有这种想要走出困境的诉求啊，这个命运会立刻给你们显化出一些人生的转机。这个消息能够推动或者说加速你们做出某个决定和改变，可能它仅仅是某个人发来的消息啊，但是这个消息会让你们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感觉。圣杯本身所承载的消息会加速你们行动的步伐。第二张牌呢，宝剑一啊，它代表的是在接下来你们经过了大量的思考啊，权衡利弊之后，很有可能会鼓起勇气做一个选择。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选择一条更加难走且布满荆棘的路，但是在这条路上面的挑战和它的难度，其实变相的证明了你们做出这个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你们会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并且带着某种必胜的信念。宝剑一呢，它是一种无比清晰的思维去确立一个新的计划，
而且你们确立的这个新的计划会让你们很快的得到反馈。宝剑一也是在提醒你们，一旦你们决定走出当前的困境，那么你们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些准备，提前的去规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们会发现很多事情，只要你们提前的去做，提前的去规划和打算，有很多错误啊，甚至你们能够从一开始就把它避免掉。所以说宝剑七这张牌啊，你们可能会带着一些资源，经过了大量的这个纠结、煎熬、反复的思考之后，会决定换一个环境，而这个新的环境就能够让你们转运啊。这个苦尽甘来的前提就是你们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做一个迁移，把不好的能量啊，或者说过去的回忆都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带着你们的信念和勇气去开启新的人生周期。改变的秘密它一定是创造新的，而创造本身它就象征的是一种移动啊，不断的移动，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从一种方法换到另一种方法。这个时候你们的人生就会出现转机，一定不要在原地等待，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所以说宝剑七这张牌我感受的就是你们会打破一种长期的半封闭的状态，从被动变为主动啊。之前可能说你们会有点佛系啊，会躺平，但是你们会发现好像自己越是什么都不做，反而会变得越累。你们的生活越充实，你们自身反倒会被赋予一种新的生命活力和能量。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这是你们苦尽甘来的很关键的一步。而魔术师呢，就是你们要勇敢的去面对你们之前所逃避的一些课题啊，因为你们会发现生活，你们越是逃避什么，生活就越会把那个你们逃避的课题一次又一次的砸向你们。只有当你们去勇敢的面对那个课题的时候，你们才能够超越这个课题啊，彻底的克服这个课题带来的阻力，实现一种自我成长。所以说魔术师这张牌，我觉得苦尽甘来的一个标志就是你们会把之前拖了很久的事情，开始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去解决，把那个大的问题拆解成小的问题，然后逐步的去解决。魔术师你们会变得强硬起来，你们会发现你们越强硬，好像生活就越温顺，你们越软弱，生活就越面目狰狞。所以说一定要鼓起勇气，一劳永逸的去解决掉一些你们必须面对的课题，这样你们才能够成长，这样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苦尽甘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 Deep in your heart,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do what feels right。 也就是说苦尽甘来的这个时间呢，本质上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中。你们知道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或者说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现在可能缺乏一些勇气去面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你们是在默默的酝酿着什么，或者说在积蓄着某种能量不是说让你们当下就立刻做出那个决定，然后人生马上就变好了，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你们会突然的拥有这种力量啊，这种力量它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其实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拥有这种能够解决问题的能量，它需要一些生活的扰动，让你们意识到这件事情，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说服自己从这个困境里边走出来。其实说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困境，它也是有盲点和死角的，就好像是你们在和困境做着某种博弈，所以说你们在等待着那个时机反败为胜。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 Mercury Retrograde Reinvention 啊，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水逆的周期当中啊。某种层面上来说啊，这个水逆啊，它也不是你们的问题，而是你们所处的这个大环境的问题。它可能是内卷的，有着某种对你看不到的、对你们不利的规则、不公平的规则存在着，所以说让你们在当前的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周期里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充满了阻力。当你们卡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你们会非常的不甘心，并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对你们不利。但是你们要明白，人的发展它是有周期的，它是有波动和变化的，所以说在逆风局的时候，你们要暂时的保存自己的力量，把自己蛰伏起来，等到了顺风局的时候再发力。
那么这张牌就告诉你们，你们首先要确保自己在逆风局当中能够活下来。水逆的周期啊，大概是在6到9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熬过这个周期，你们就能够重见天日，人生就会豁然开朗。第二张牌呢是 South Node Life Stats， 你们现在可能是被一些债务吧 ，Life Stats 它代表的是一种人生的业力啊，它可能会让你们背负一些债务。或者说有一些关系上面的纠纷啊，承压过重，这就是说这种压力吧，或者说你们所背负的这种负债，它会影响你们的判断力。所以说苦尽甘来的下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在接下来当你们熬过了这个水逆的周期以后，你们很有可能会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说找到一种新的财路。这个时候你们所背负的债务就能够看到解决的希望。有一句古话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实际上在当前的社会事物的发展和变化都远超我们的想象，所以说放到现在可能也就是3个月河东3个月河西。熬过当前的这个困境和低谷期所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久。当然只有当你们在这个困境和低谷期当中幸存下来，你们才能够实现一种逆势的上扬。所以说命运的转折点呢，它往往会出现在每一年辞旧迎新的这个时间节点上面。所以说到了下半年或者说年底的时候，你们之前所背负的一些债务啊、拖欠的事情，就是有望得到解决啊。之前的一些矛盾啊、纠纷啊，可能会在这个下半年或者说年底的时候被你们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张 Sacrifice 啊，海王星啊，它带来的其实是一种牺牲啊，我觉得这种牺牲更像是一种放弃。你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走出低谷，是因为你们背负了太多，你们某种层面上需要去卸下身上的负担，或者说及时止损，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苦尽甘来。可能是对于一些事情你们不断的投入啊，它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只有当你们幡然醒悟，及时止损，这个时候啊，再大的损失在未来来看它都是最小的损失，必须要及时的放弃掉一些东西，如果什么都不放弃就什么都不会得到。宝剑8这张牌呢，你们其实是被自身的某种思维给困住了，某种思维定式把你们给困住了，你们可能活在了一个信息的茧房里边啊。现在的你们需要推翻之前的某种想法，或者说固定的思维模式啊。宝剑的话，我觉得你们的能力啊，可能用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和领域，导致你们深陷入了泥潭当中，并不是你们没有能力，也不是你们没有价值，而是你们的能力和价值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没有被看到，没有被发掘。这个时候你们需要切换到一个和自身能量特质相匹配的环境和氛围当中啊。你们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等级森严、极度内卷的环境和规则里边，让你们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的释放出自己的能量。要挣脱你们身上的这种束缚和枷锁啊。女祭司的话，如果说要苦尽甘来，要摆脱困境的话呢，我觉得女祭司它象征的是一种保持自身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具备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要依附于某个人，或者说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到某个人或者说某个组织上面，这样命运就不在你们手上了，你们的命运就会交由别人来掌控，任人宰割。女祭司要保持这种独立性啊，这种独立性就是无论你们离开了任何的人事物，你们都能够独立的生存下去，并且能够活得很好。因为你们会发现，你们越是依附于某个人或者说某个组织，你们的发展空间反而会变得越来越狭窄。因为当你们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由别人主宰的时候，你们自身本身就失去了一种向上的空间和勇气。所以说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啊，守住自己的底线，永远都不要在追逐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退而求其次，不要妥协啊，因为妥协它本身就是一个无底洞，只要妥协一次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所以要永远生猛下去，永远战斗，永远去追求那个最好的结果，这样的你们就是不会被打败的，你们会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然后得到你们想要的。这张 Temperance 节制的话，我觉得
如果说当前要深究你们陷入到困境的原因啊，我觉得可能会是由于你们在命运的轮回当中啊，在某种错误里边不断的重蹈覆辙，有某种习惯不断的让你们走上错误的道路。所以说 Temperance， 你们需要节制克制自己的某种不良的习惯啊，这些不良的习惯也许是恋爱脑，也许是没有节制的消费主义，也许是凡事拖延，缺乏计划和行动力。只有你们把那个真正影响你们命运的那个习惯啊，错误的或者说不良的习惯纠正过来，你们才能够摆脱这种错误的循环，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苦尽甘来。要深刻的认识到自己，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短板，并且施加以10倍的决心去改变，才能彻底的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失败的负反馈循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 Peaceful Resolution， 那这张牌的话其实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所担忧和焦虑的那些事情和问题最终会得到一个和平的解决。这意味的是有某件事情当它发展到了某种极端的时候，它必然会往另一个极端发展。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啊，决定了它不可能一直变坏，当然也不可能一直变好。当它发展到了某种糟糕的极限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有时候可能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事情也会往一个好的方向上发展，这就是物极必反。那么这张 Recovery 啊，它象征的是一种恢复，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熬过了人生当中最难的那个阶段了，现在的你们已经在开始缓慢的恢复了，只不过一开始的话呢，恢复的速度会比较慢，当它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你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了。而这张高塔牌暗示着当前的这个环境还在剧烈的变化着，可能说你们近期遭遇到了一系列突发性的爆炸性的事件，让你们一下子有一点措手不及。但是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你们会在变化当中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点。你们之前可能因为没有适应这种变化，整个人有一点迷失在这种变化当中，你们会慢慢的在这样的一种剧烈的变化里站稳脚跟，并且开始筹划一次触底反弹的行动，或者说绝地反击。高塔牌当中有2条龙，那么苦尽甘来的一个信号就是会有一个和你们经历很相似，困境也很相似的人，你们2个人会联手去克服这种困境和阻力，走出人生的阴霾。会有这样的一个和你们惺惺相惜的人啊，他也许是一个合作伙伴，也许是一个人生伴侣，你们2个人相识于微，随后结成一种重要的羁绊。那么第2张牌隐士呢，我觉得你们要走出困境或者说苦尽甘来，你们还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啊。隐士它是有一种就是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种清醒，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上，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什么事情都是发自内心的去做，不会产生负担，可以静下心来不断的学习之后啊，对自我产生新的理解，以自身去反观世界。所以说苦尽甘来它本质上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既痛苦又能够让你们成长的过程。只有当你们沉下心来啊，去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你们自己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发现问题所在，才能够开始去质疑和否定自己过去已经成型的某种价值观或者说价值体系，把它们推翻之后再重建，相当于给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手术。所以说你们的这种苦尽甘来啊，它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的，它是一个过程和阶段，就好像人生没有什么所谓的醍醐灌顶啊，只有慢慢修炼得来的水到渠成。当你们埋头做好你们当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们猛地一抬头，就会发现之前阴云密布的天空出现了一线生机和曙光。这个时候你们会产生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会觉察到生命当中所存在的那些偶然的欢喜和心灵的光。这个时候你们就完成了一种觉醒啊，这种觉醒它就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信号。那么这张审判牌啊，我觉得可能一部分人啊，被身体当中存在着的某种疾病所困扰，这也是你们当前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啊。我们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被困在了某个有限的空间和区域当中，而你们苦尽甘来的时间也和你们身体的状态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抽到的这张 recovery 啊，就代表的是你们自身所遭遇到的这种身体的病痛会逐渐的得到缓解，你们会经历一种类似于向死而生的过程，穿越了一个黑暗的隧道之后，然后看到光，看到通向未来的道路。宝剑七啊，代表的是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默默的去做着某件事情，这件事情你们可能不会告诉任何人，你们就是小心翼翼的去做，你们能够忍受这种默默无闻带来的孤独和寂寞，默默的扛下所有。看起来是那么的云淡风轻，但是这种踏实的、沉稳的、默默无闻的，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那么你们走出那个低谷期，它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啊。而圣杯侍卫的话呢，接下来你们可能会收到一个很正式的通知，或者说一个文件，这个通知和文件里面所包含的信息会对你们走出低谷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推动作用啊，它也是一个苦尽甘来的信号。而最后的这张宝剑二呢，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得到一把非常有力的工具或者说武器，能够帮助你们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某种问题啊。这张牌我觉得它就像是一种交易一样，你们会得到某种东西或者说某种工具啊，这个工具它能够提高你们的生产效率。工欲善其事，则必先利其器。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有人曾经遇到过，并且已经有了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只是你们还不知道啊。所以说你们要告诉自己啊，不应该在黑暗当中独自前行。也许你们的顿悟只是别人的基本功啊，你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学习更成熟的经验和方法，然后再来解决你们当前所面临到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